泽连斯基的经历可谓是人生逆袭的标杆，从一名知名的喜剧演员到一位合格的战时总统，堪称当今世界最强跨界。在战争开始前，所有人都不看好他，但他却用一句“我需要弹药，而不是搭便车”，成为了乌克兰人团结起来抵抗入侵的标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泽连斯基波澜壮阔的前半生。在踏入政治舞台之前，泽连斯基在乌克兰的演艺界就已经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凭借出众的喜剧天赋和表演才华，迅速在乌克兰演艺界崭露头角。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当属《人民公仆》。这部电视剧呢，以诙谐幽默的方式讲述了一位普通历史教师因一段痛斥腐败官员的视频走红，意外成为乌克兰总统的故事。泽连斯基在剧中的精彩演绎，将主角的质朴正直与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展现得淋漓尽致，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该剧不仅在乌克兰国内收视率极高，还在东欧地区获得了大量粉丝，让泽连斯基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他的演艺成就不仅体现在作品的高人气上，还在于他对喜剧风格的创新与突破，为乌克兰的影视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演员界树立了独特的个人标签，积累了广泛的知名度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在《人民公仆》等演艺作品中，泽连斯基巧妙地融入了诸多政治理念，反贪腐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剧中他所饰演的总统对腐败现象零容忍，大力打击贪腐官员，致力于建立一个公正廉洁的政府。这种理念的传达触动了乌克兰民众内心深处对腐败的厌恶和对公平正义的渴望。通过喜剧形式，泽连斯基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将严肃的政治话题呈现在观众面前，让民众在欢笑中对贪腐更有了深刻理解。这些理念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使民众看到了他对改变乌克兰现状的决心和愿景。民众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了一种新的政治可能性，相信他有可能将剧中的理想政治状态在现实中实现，这为他从演员转型为政治家埋下了希望的种子。2019年，泽连斯基宣布参加乌克兰总统竞选，这一消息起初让许多人感到意外，而在竞选过程中，他却以惊人的高支持率一路领先，并在和波罗申科辩论中的惊天一跪，使泽连斯基成功当选了乌克兰总统。因为当时的乌克兰民众对传统政治精英深感失望，长期的政治腐败、经济停滞以及地缘政治压力，让民众迫切渴望一场深刻的变革。泽连斯基作为政治素人，以清新亲民的形象出现在民众面前，给人一种打破传统带来新希望的感觉，并且在他的演艺生涯中积累的超高人气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为他赢得了众多选民的支持。此外，他在竞选期间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主张，比如打击腐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切中了乌克兰社会的痛点，让民众看到了改变的曙光。这使他在选举中脱颖而出，开启了从喜剧演员到政治新星的华丽转身。然而，此时是2019年5月20号。2022年2月24号，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乌克兰所处的地缘政治形势就已经极为复杂严峻了。乌克兰地处欧洲东部，是连接东西方的重要地缘政治枢纽，这一特殊位置使其成为欧洲与俄罗斯博弈的焦点。而乌克兰内部的亲西方势力与亲俄势力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泽连斯基上台后，深知局势的紧迫性，试图通过外交来缓解紧张局势。他积极与俄罗斯及西方国家展开对话，努力寻求平衡，期望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为乌克兰争取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然而，局势的发展却逐渐超出了可控范围。2022年，俄乌战争的炮火突然打响，瞬间打破了乌克兰的平静。战争初期，局势对乌克兰极为不利，俄军的突袭让乌克兰陷入慌乱之中。此时，欧美各国都向泽连斯基发出了撤离的暗示。
他们认为，在如此危险的局势下，离开乌克兰是明智之举。然而，泽连斯基却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拒绝撤离，并说出了一番载入史册的名言：“我需要的是弹药，而不是搭便车。”随后，他身穿迷彩服，坚定地站在基辅的土地上，通过乌克兰国家电视台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画面中，他的眼神充满坚毅，语气沉稳有力，向民众传递着绝不退缩的决心。我在这里，国防部长在这里，我们不会抛下国家和人民。这句话不仅是对民众的承诺，更是对欧美势力的有力回应。他选择与国家和人民共患难，在战火纷飞中坚守。这种不畏强权、不畏危险的硬汉形象，深深烙印在了乌克兰人民心中，成为鼓舞士气的精神象征，让全国上下凝聚起一股强大的力量，共同抵抗战争的侵袭。战争初期，泽连斯基深知稳定民心、鼓舞士气的重要性，于是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塑造战时总统的坚韧形象。他频繁地发表全国演讲，通过电视和网络平台向乌克兰人民传递着希望与力量。演讲中，他言辞恳切，表达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怀，同时强调团结一心、抵抗侵略的必要性。这些演讲极大地振奋了民众精神，让人们在艰难时刻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此外，他每月至少2次亲赴前线慰问士兵。在前线，他与士兵们亲切交谈，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战斗情况，为他们加油鼓劲儿。他的身影出现在战壕营地，给身处战火的士兵们带来巨大的鼓舞。这些举动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让乌克兰人民看到了一位与人民并肩作战、共克时艰的总统形象，进一步凝聚了全国上下的力量，坚定了民众抵抗战争的信念。战争期间，泽连斯基积极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以应对危机，其中战时经济法案是一项关键举措。该法案旨在对国家经济进行全面调控，集中资源保障战争需求。通过该法案，政府得以对重要产业实施管控，确保物资供应稳定，为前线作战提供坚实的后勤支持。同时，调整征兵政策也是重要一环。根据局势变化，泽连斯基政府扩大了征兵范围，延长服役期限，以补充兵力损耗。这一政策虽然面临一定争议，但在当时是有效扩充了军队规模，增强了乌军的抵抗能力。这些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稳定了乌克兰的战争局势，为长期抗战奠定了基础，使国家在艰难战争环境中得以维持基本运转，展现了泽连斯基在战时的果断决策能力。尽管乌克兰深陷战争泥潭，但社会秩序却逐渐恢复，难民返回率也相对较高。这背后泽连斯基是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方面，他通过政府力量积极组织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为受灾民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缓解民众的恐慌情绪；另一方面，在重建基础设施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努力恢复城市的正常运转，让民众看到生活回归正轨的希望。此外，泽连斯基不断强调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团结，通过宣传和教育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怀，使大家坚信能够战胜困难。这种精神上的鼓舞和实际行动的支持，让民众对国家的信心得以重建，从而吸引难民重返家园，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乌克兰在战争中保持凝聚力提供了有力支撑。战争期间，泽连斯基的支持率经历了显著变化。战争初期，他拒绝撤离、坚守国土的举动，激发了乌克兰民众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民众对他的支持率大幅上升。他积极的战时领导形象，如频繁发表演讲，鼓舞士气；亲赴前线慰问士兵等行为，也让民众看到了他和国家共命运的决心，赢得了广泛赞誉。然而，随着战争的持续，局势愈发艰难，外部压力不断增大，国内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部分民众开始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担忧，对泽连斯基的政策就产生了质疑，支持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但总体而言，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下，泽连斯基凭借坚定的领导意志和为国家奋斗的决心，维持着较高的支持率，成为乌克兰在艰难时刻的重要精神支柱。泽连斯基与美国的互动充满了戏剧性与复杂性。
战争爆发后，为了获取关键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泽连斯基多次访美。在白宫的会面上，他言辞恳切地向美国政府阐述乌克兰面临的严峻局势，极力争取美国的支持。这些访问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美国加大了对乌的军事援助力度，包括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培训。然而，美乌关系并非一帆风顺。特朗普上台后，美乌关系就急转直下了。2025年2月，特朗普公开指责泽连斯基3年前就该结束战争，这一言论引发轩然大波。泽连斯基则强硬回应，强调战争局势的复杂性并非简单可控。随后，美国对乌援助也出现了问题，援助规模、种类和速度都有所波动。原本美国积极提供援助，以维持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制衡，而在特朗普政府的影响下，援助又可能出现延迟或缩减。乌克兰虽然依赖美国支持，但在外交博弈中也需要不断的权衡，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在与欧洲国家的来往中，泽连斯基积极地展开外交策略。他频繁参加欧盟峰会，在会议上慷慨陈词，向欧洲各国领导人强调乌克兰对欧洲安全格局的重要性，以及乌克兰对欧洲在价值观和利益上的紧密联系。为争取欧洲援助，泽连斯基不遗余力，通过双边会谈、多边协商等多种途径，向欧洲国家展示乌克兰在战争中的艰难处境和抵抗决心。在他的努力下，欧洲国家逐步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为乌克兰提供资金、物资和医疗支持。欧洲的支持对乌克兰意义重大，经济援助缓解了乌因战争遭受的巨大经济压力，帮助维持基本民生和社会运转，彰显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关怀。更重要的是，欧洲的支持增强了乌克兰在国际舞台上的底气，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美乌关系，使乌克兰在外交博弈中有了更多筹码，也为乌克兰未来融入欧洲一体化埋下希望的种子。此外，泽连斯基在战争过程中公开表示愿意接受合理的停火建议，展现出寻求和平的诚意。他积极与各方沟通，包括俄罗斯、欧洲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搭建对话桥梁，为和平谈判创造条件。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和各方利益诉求，泽连斯基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一方面，他坚定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谈判中坚守底线；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妥协意愿，以推动和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他积极参与国际斡旋活动，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向俄罗斯施压，促使双方回到谈判桌前。同时，通过外交渠道向俄罗斯传达乌克兰的和平诉求，试图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尽管和平之路充满坎坷，但泽连斯基的这些表态和行动也为俄乌冲突的最终解决带来一丝曙光，体现了他为实现国家和平、地区稳定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尽管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国内获得不少支持，但也面临着诸多争议和批评。部分人质疑他的领导能力，认为在战争持续、局势焦灼状态下，乌军在军事战略推进和外交突破上进展有限，他没能有效地扭转战局。而作为曾经的喜剧演员，政治经验不足也成为被诟病的焦点。一些复杂的国内政治问题和国际外交事务处理上，有人觉得他应对的不够成熟老道。还有观点指出，战争对乌克兰经济造成重创，在恢复经济、改善民生方面，泽连斯基政府的举措成效尚未完全显现，民众生活依旧面临诸多困境。这些争议和批评声音反映出乌克兰国内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和领导人表现的不同思考。乌克兰民众对泽连斯基怀着复杂的情感和期待。一方面，他们铭记泽连斯基在战争初期拒绝撤离、坚守国土的担当，视其为国家精神象征，希望他能够继续带领乌克兰抵抗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众希望他能够推动和平谈判，早日结束战争，让生活回归安宁。另一方面，民众也期待他能展现出更强的领导能力，有效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提升生活水平，重建国家。在民众心中，他是战时的领袖，也是未来国家重建的希望寄托者。然而，战争局势变幻莫测，他能否达成民众的期待，带领乌克兰走向和平与繁荣，仍是个未知数。这也让民众对未来既满怀希望，
又心存忧虑。在俄乌冲突的历史进程中，泽连斯基无疑扮演着关键角色，他的决策和行动影响着乌克兰及地区局势。从拒绝撤离鼓舞士气，到暂时推出的一系列政策维持国家运转，他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乌克兰的民族力量，坚定了抵抗决心。外交上，他积极与各方斡旋，争取援助并推动和平进程，提升了乌克兰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未来如果能成功推动和平协议达成，实现乌克兰的重建与发展，他将在乌克兰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带领国家走出困境的英雄。反之，如果战争持续恶化，国家没能实现和平发展，他的角色定位可能会受到更多争议。但无论如何，他的经历都将成为研究俄乌冲突这段历史绕不开的重要部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